一口甜点表面是一夜风流，背后的代价可能是一辈子的人生失控。这是一名日本前高官在亲身遭遇中共的美人计后留下的肺腑之言。当然，中共的美人计也并非百发百中，中共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就曾经给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送过帅哥，闹出国际笑话。中共拿美人计当武器，在全球发起蜜罐战争，英美特工揭开中共的间谍伎俩，美国更是放出冷战时期的大招，严防中共燕子。这场看不见的战争，先从那一扇酒店房门打开的瞬间开始。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袁成。多家台湾媒体引述日本驻联合国前经济社会理事顾问大野宽门的访谈影片，揭露中共运用美人计的相关手法。那一天，大野回到北京安排好的酒店，房卡一刷，门一开，他愣住了。房间里已经坐着一名年轻女子，不止漂亮，而且漂亮得太精准了，那张脸几乎就是他私下最欣赏的那位日本女演员的翻版。更离谱的是，他一开口居然是一口流利又自然的日语。那一瞬间，大野脑中闪过的不是浪漫，而是寒意。他们连这个都知道了。大野坦言，那一刻最可怕的不是诱惑，而是被看穿的感觉。你的喜好，你的审美，你在什么场合随口聊过什么，也许只是自己曾在某次聊天中不经意地提过喜欢哪位女演员，但所有这些零碎的线索全都被拼凑成一份完整的档案，然后在正确的时间放进正确的地点。主持人听到这里忍不住惊呼，这根本是量身定做，中共已经把他的喜好背景全都调查清楚了。大爷点头，即使理智上很清楚不大可能是本人，心里仍然会浮现一个危险的念头，万一呢？而那块甜点吃下去就是一辈子。真正让大爷转身离开的是一句警告。他回忆说，在联合国任职时，上司曾经私下提醒过他一句话，只要你吃了中共端上来的甜点，下场几乎就是一辈子要当中共的奴隶。因此，大爷必须强忍一时的冲动，那不是一夜风流，而是一条看不见尽头的枷锁。一旦被中共录影录像抓住了把柄，那接下来的人生基本上就不是你自己的了。大爷还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如今看到许多政治人物制定出倾向于外国，尤其是中共的政策时，总会令人不禁怀疑，是不是因为吃了人家准备的甜点呢？但中共的美人计也并非百发百中。2022年，《现代周刊》曾经报道披露，这套战术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身上曾经彻底翻车。与安倍交情甚笃的大王制止前会长井川义高透露，北京方面曾经多次尝试对安倍出招，却屡屡失败。失败到最后，中方甚至开始怀疑，这个人是不是不喜欢美女？直到某一次，中方决定换个打法，结果却换来两扇门，两种误判的笑话。那次访中，安倍和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一同出席行程。会后，两人各自回到中方安排的房间休息。小泉先开门，门一推开，房间里整整齐齐站着一排中国美女，场面仿佛选美决赛后台。接着是安倍，他打开房门，看见的却是一群高挑、俊朗、笑容训练有素的年轻男子，仿佛偶像男团经纪公司刚开完会。多年后，安倍私下向朋友苦笑抱怨，中国那边可能以为我是喜欢男的。这场误判后来在政坛圈子里成了私下流传的黑色幽默，也无意间验证了一个事实，当一个人始终不上钩，甚至让对方连该怎么诱惑你都猜错的话，真正陷入被动的反而是出手的一方。所谓美人计，从来不只是美色，而是情报搜集、心理博弈和人性弱点之上的精密操作。真正可怕的不是有人敲错房门，而是有人知道你会为哪一扇门停下脚步。在这场看不见的博弈里，能全身而退的是懂得在哪一刻
应该停下脚步的人，是知道有些甜点一口都不能尝的人。接下来是一段工商时间，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早上爬不起来，下午3点脑袋放空，晚上明明累却睡不熟呢？其实不是您老了，也不是您累，而是您的身体在提醒您，元气不够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随时随地补回来的方法，来自韩国锦山的深黄酒蒸蜜参片。它选用4到6年根的高丽人参，经过传统的酒蒸酒晒，做成活性更高的黑参，再以天然蜂蜜低温润制，做成一片一片的小切片，出门放口袋，累了饿了，开会之前一片入口就能把精神拉回来。黑参厉害在哪里呢？它不是咖啡那种刺激一下就坠回去的提神，它是从底层改善疲劳，提升免疫，促进循环，帮助记忆。这些功能都已经被韩国官方列入健康食品的功效。所以您不是在吃零食，您是在补底气。重点是它真的很好吃，蜂蜜的温润加上黑参的回甘，不苦不燥，连不爱人参的人都愿意吃。一天一片，慢慢把代谢和循环打开，精神会更稳，专注时间更长，脸色也会更亮，不容易累。如果您经常熬夜、久坐、出差，换季容易疲倦，这一盒就是您的口袋能量站。更重要的是，圣诞节期间12月15号到1月12号下单，美国地区不仅享受主持人85折，而且还加赠圣诞好礼。凡是购买深黄黑参系列，美国限定赠送，购买参片送1小盒参片，购买原精送1小盒参片，购买礼盒送1根全参。这个圣诞节，把健康当成最好的礼物，送给自己，也送给最重要的人。今年年初，美国国务院对驻华人员下达了一项前所未有的禁令，明确禁止他们与中国公民谈恋爱，甚至发生任何形式的亲密关系。这项禁令适用于所有驻中国的美方人员，包括外交官、家属，还有那些持有安全许可的承包商，并且要求非常严格。一旦和中国人发展了恋爱或亲密关系，要么申请豁免，要么就得终止关系，否则就必须离职，离开中国。禁令涵盖了美国在中国大陆使团，包括了沈阳领事馆、武汉领事馆、北京大使馆、上海领事馆、广州领事馆，以及美国位于香港半自治领土的领事馆。但是这项政策并不适用于驻扎在中国境外的美国人员。这项禁令乍听之下，确实让人有种时光倒流、重返冷战的错觉。毕竟，在过去几十年间，类似的规定几乎已经从公开政策中消失。但是，如果把镜头拉回历史，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崭新发明。早在1987年，美国便曾经因为苏联频繁以色诱手段渗透军方，对驻苏联和驻中国的人员下达全面禁令，不得与当地人谈恋爱，更不得发生任何亲密关系。冷战结束后，随着敌我界限模糊，风险评估改写，这种高度戒备的限制逐步松动，也一度被视为过时的遗物。而如今它再次被翻出，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一件事，不是世界突然变得保守了，而是威胁的形态又回到了那个必须用老办法应对的阶段。中美关系目前已经从全面竞争滑向全面戒备，在经济、科技、军事和意识形态同时对撞的情况下，情报战自然回归到最原始也最有效的人的层面，而中共的蜜罐陷阱防不胜防，等你察觉到异样的时候，往往已经走到了无法回头的地步。所以，美国情报专家指出，中共至今仍然广泛使用美人计来获取情报。在驻华前的安全训练中，美国人员会被反复告诫，小心身边接近你的人。美国前中央情报局特工华勒近期对美国媒体透露，在波兰的一个工作场合，一名年轻的中国女子接近了他，他立刻认出了这是典型的美人计手法。华勒说，我们到达酒店时，他很自然地进到了我的房间，我看着他说，
没有任何25岁的女人是为了那个而想要跟我在一起。你是间谍，我就离开了他，立刻去波兰当局报案，告诉他们这个用波兰政府邮件系统的中国女人是中共间谍，还有她想干什么。结果她几天之内就被驱逐出境了。华勒还强调，中共大搞美人计是为了与美国的目标对象无论男女建立情感联系，他们建立的是情感关系，而不仅仅是敲诈勒索。现在敲诈勒索是很难的，所以他们转向了情绪和心理层面。根据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至少有几百甚至上千名中共间谍活跃在境内，他们擅长伪装身份，说流利的英语，善用社交媒体接近目标，一旦得手就会用照片或录影威胁对方配合，否则就曝光丑闻，让他们身败名裂。中共的渗透不只是美国是否被盯上，当视线从大西洋彼岸移向欧洲，英国给出的答案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的模糊空间。今年10月，英国安全机构军情5处曾经罕见地向国会议员发出公开警告，指出英国是俄罗斯、中共和伊朗等政权进行长期战略性外交干预和间谍活动的主要目标之一。英国军情6处的一份高度机密档案也披露，中国部署上百美女间谍，专门色诱英国特工，尝试以色诱英国高官来套取情报，如果最后没能成功，则以床照、窃听录音和摄影录影等色情证据来进行勒索。中共对欧美撒下俊男美女的大网，但与此同时，中共自己却在收紧人员控制。大陆公务员的配偶如果拥有外国国籍，就会被限制晋升，很多外交人员驻外时间太久，还会被强制召回。军警人员未经批准，连出国都不行，更别说和外国人谈恋爱了。在中共近年一连串浮出水面的间谍行动中，芳芳这个名字成了美国政界最熟悉也最尴尬的代名词。2020年，美国民主党众议员埃瑞克·沃维尔就因为与中共女间谍芳芳的关系被曝光，形象大跌。而这个芳芳以社交和浪漫关系为掩护，渗透美国地方和联邦政治圈，建立庞大的情报人脉网，最终引发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全面调查。一开始，没有人觉得芳芳可疑，她年轻、聪慧、英文流利、笑容得体，在政坛朋友的眼中，她只是又一位热心公共事务的华裔女孩。2011年，她以留学生的身份进入美国，并开始频繁出现在地方政治场合、募款晚宴、竞选活动、社区聚会，她几乎场场到位，迅速在北加州的民主党圈中建立广泛人脉。在某些情况下，她和目标人物建立私人关系，进一步深化信任和依赖。这正是美国情报人员后来给她的定义：影响力作业的典型样本。就是以情感和社交的渗透方式长期渗入权力圈层。芳芳案之所以震动华府，关键在于他接近的对象，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加州民主党众议员斯沃维尔。根据福克斯新闻2020年报道，芳芳曾经在2014年协助斯沃维尔的国会竞选募款，并协助他的办公室招募至少1名实习生。这一步让 FBI 的警报正式响起。不久后，芳芳离开美国，外界普遍认为她已经返回中国。虽然 FBI 没有指证沃斯维尔有不当行为，但这起案件的曝光仍然对他的政治生涯造成冲击。当时他是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的成员，曾经参与多项跟中共国安相关的讨论，这使得整起事件更具敏感性。为什么芳芳案成为典型案例呢？因为他没有做错任何表面上的事，他没有偷文件，没有录音，没有当场交易，他做的只是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对的时间和对的人身上。芳芳案最让美国警惕的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证明了一件事：在民主社会里，最容易被渗透的不是机密事，而是人际网络本身。当政治建立在信任、开放和参与之上时，那条通往核心的路往往不需要破门而入，只需要被一路邀请进去。这一切就让中共的俊男美女间谍有了可钻的空子，
从而展开全球的布局行动。美国一位前情报官员曾经警告，真正的威胁不是间谍电影里的特工，而是那些以友谊、爱情、学术和资金为名，逐步改变自由社会的人。这里是大师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